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巧照咖，我是巧儿。最近常待在家的话呢，最适合照顾一些发酵类的食物，像是腌腌泡菜啊、做面包，还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如何自制优格。这个做优格的方式呢，是我试过就是最简单、最懒人、最不会失败的方式了。那优格做完之后很实用，你可以把它跟冷冻水果打在一起，变成水果冰沙。那优格呢，它有软化肉质的作用，所以呢，你可以把它做成像我们之前分享过的印度奶油鸡。不过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单做优格，不过单做优格少一点口感，所以我要做跟它很搭的，就是这个脆脆的谷麦片 granola。那这谷麦片呢，做完之后，很香，然后甜甜脆脆的，所以你其实可以把它当零食来吃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的食谱就是双主题：自制优格跟自制谷麦片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今天要吃什么口味呢？原味蜂蜜啊，覆盆子好了。市面上优格粉很多种，那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家呢不用牛奶，只要水就好。然后水一开始是冷水，因为冷水才不会把优格里面那个乳酸菌给太热给烫死。瓶子内呢倒入所有的优格菌粉。冷水加到容器的一半高度，然后呢，把它搅一搅。再加到满。盖上盖子，然后像手摇饮料一样，把整体呢摇一摇，混合均匀。准备一壶热水。因为优格呢要有温度才能发酵，把热水呢倒入优格机，大概先加到一半左右，放入优格杯，再把热水加到满。那这个优格机呢是免插电的，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保温效果。结束了，够简单吧？接下来呢就是让它自然在室温下发酵12个小时。好，那经过了一个晚上之后呢，我现在就来开盖。看一下我们优格凝固的状况。哇，耶，看起来像很不错。每次开都有一种开奖的感觉。哇，超凝固的！来给你们看一下。我要挖给你们看。哇，你看希腊优格呢特别的浓稠，然后有点像是这种奶酪的感觉。覆盆子的口味呢，它吃起来是有点甜甜的。那当然呢，它也有不同的口味的菌粉，像原味无糖的啊，或者是蜂蜜啊、百香果都有。那虽然说它的那个说明书上面说8到12个小时就会凝固，但我必须老实说，我从来没有在8个小时凝固。8个小时打开来呢，永远都是水水的感觉，可能是我们这边室温的温度不是很高。那如果呢，你也发生这样的状况，就是你的优格，可能你等了8个小时或10个小时或12个小时，打开来，哇，怎么还水水的感觉？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就再加一次热水，然后再给它大概1-2个小时或2-3个小时。那其实它一定会凝固。那优格像现在我们这样凝固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把它从优格机里面拿出来，然后放进冰箱。那冰箱的保存，它上面是写说大概2周，我自己大概都是1周就把它吃完了啦，所以我不会做太多，就是看我们家的需求。好，今天的自制优格大成功。
一开始呢是用最简单最懒人的方式来做优格，就是用优格粉。但其实呢不用优格粉，用牛奶就可以来做。只要你有剩下来的一点优格啊，然后优格里面的乳酸菌就会帮你把牛奶变成优格，所以优格就像聚宝盆一样，可以一直用都用不完。那等一下呢就要分享如何用牛奶来做优格的方式。那你所需要的材料有，就是剩下来的优格3到4大匙都可以。牛奶呢最好是全脂的，以及奶粉。那奶粉的话会让优格更有那个奶香味，会比较浓郁一点点。然后杯子的大小呢，这个是刚好是它的迷你的 size。那它有大罐跟小罐，大罐是一开始做的，它是1公斤的优格，那这个的话是500克。先把牛奶加热，加热的原因呢有2个。第一个，把原本其他的菌种给它烫死，这样呢给优格菌一个有利的环境。牛奶加热到80度，如果呢没有温度计的话，就加热到它快滚的时候把它关火。现在大概是70、80。那另外一个原因呢，是改变牛奶里面的酪蛋白，让它形成优格那种浓稠的质地。把加热后的牛奶要降温到45度以下，这样呢才不会把优格内的乳酸菌给烫死。提醒一下，用这个方法做优格的话呢，记得要选原味的优格当菌种，不要选已经有调味过的。加入奶粉，放凉的牛奶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500公克的优格，所以牛奶的用量呢就是约450 ml 或450 cc。那如果你要做1公斤的优格的话，牛奶呢大概就是950 cc， 以此类推。搅拌均匀，那剩下的方式呢都完全一样。如果你没有这个优格机的话呢，只要你有机器可以维持40度到46度这个环境，譬如说像是干果机啊、酥肥机啊，或者是有些可以定温的电水壶等等，都可以来做优格。那不过今天这个优格机它的特色就是免插电。那一样呢也是发酵8到12个小时。噔噔噔，来开盖。用剩下一点点的优格当菌种，自然原味希腊优格完成。凝固之后呢，也是进冰箱冷藏保存。那原味希腊优格呢，吃起来就是味道非常浓郁，无糖，而且呢有点微酸。等待优格发酵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来做这个枫糖谷麦片granola。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比例的原则，让你之后呢不用看食谱都可以做。那 granola 最重要的材料是燕麦片，而且因为燕麦片有不同种，要选择传统这种。传统呢，这种大颗的燕麦片，不要选即食燕麦，因为即食燕麦呢，它为了让你快速用热水冲完就可以吃，它已经帮你蒸熟，然后碾得更碎，它就没有办法做出谷麦片那种脆脆的口感。所以你在选择燕麦的时候要选对。燕麦片呢，就加到大概1杯半，然后剩下半杯呢，就看个人喜欢吃的坚果。像小当家喜欢吃开心果，然后我的话呢，我喜欢吃这个。我喜欢吃这种核桃啊、什么榛果、腰果这一类的。然后今天我想要多加一点这个巴西坚果，因为好像蛮营养，但我没有吃过。好，再把坚果部分呢比较大颗，我切一切。坚果的品牌呢是喜得堡，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。那他们家的坚果呢很新鲜，然后味道很好吃，真的是蛮推荐，完全不会有油耗味。那自制的谷麦片呢，你想加什么坚果都 OK 哦。那让谷麦片会脆脆的原因啊，就是待会我们要加油跟糖，然后一起去烤。那油的话呢，就建议选就没有什么味道很中性的植物油，你也可以用椰子油，不会有一个味道，而且做出来呢会比较粘稠一点点。甜味剂的部分呢，你可以选枫糖啊、蜂蜜都可以。然后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这2个比例是1比1。那我们今天是2杯的燕麦片还有坚果，那它们2个就是各1/4杯。加入1/2小匙的盐，可以平衡风味。1/2小匙的肉桂粉，
那肉桂粉呢跟燕麦跟坚果都很搭，那可以增加整体的香气。全部拌匀，一锅到底，非常简单。今天都是走轻松懒人的路线。烤盘铺上烘焙纸，把材料铺平。以150度烤20分钟。中途10分钟的时候，可以把它拿出来，然后上下翻一翻，让它呢烘烤更均匀。烤到呢有点上色，就可以出炉了。然后果干的部分呢，趁它还有温度的时候，现在加入。什么样的果干都可以。影片内我是用喜得宝的大黄综合坚果，有大黄干、香蕉干、灯笼果干、蔓越莓干等等。如果你喜欢吃，跟我一样喜欢吃有点crunchy 一块一块的 granola 的话，这时候呢教大家一个秘诀，就是用力的把它压平，让它们聚在一起。有个飞出去，压，然后让它自然的放凉。crunch就是这样子一块一块的，好，让它完全放凉，我们就可以把它们再拨开，大概放凉个10分钟。然后用汤匙呢，再把它拨一拨，就可以吃到很有口感、有大有小、甜甜脆脆的烘烤麦片 granola 完成。保存方式是放进密封的容器，室温、冷藏保存都可以。不过因为是自制的无添加物，我觉得放冷藏比较好，可以保存到1个月都 OK。如果你觉得每天早上都要准备这样优格水果的话，有点麻烦，你也可以一次备起来，做成像这样的优格水果杯。找一个宽口的玻璃瓶或者是塑胶瓶也可以。早餐水果优格也可以透过 meal prep 来省时间。玻璃杯内加入我们自制的原味希腊优格，大概到1半的高度，放入综合水果。再填满优格水果，这样子呢，挖下去每一口就会很平均的吃到优格和水果。脆脆的谷麦片，因为不希望丧失它的脆度，我会另外找一个小盒子装。这个 idea 呢，是我学生时期很爱买的一个玉米脆片奶酪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。它那个玉米脆片啊，它也会另外找一个容器装，然后要吃的时候再撒在上面，就不会影响它的脆度。先做好，早上很赶的时候呢，直接就可以拿一罐带走。早上吃无糖优格，配上有综合坚果、果干的谷麦片，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健康早餐，而且呢是低碳水化合物哦。微酸的优格呢，可以淋上一点枫糖浆，有点甜度，搭配谷麦片里面的综合坚果还有果干，每一口都会有很丰富的口感，超级好吃。自制优格有很多好处，第一个是可以控制甜度，做成无糖的版本。因为市售优格呢，大部分都加很多的糖，
那这个也很搭配，就是面包。这是呢下周要分享的面揉欧包。那最后一个优点呢，就是自己做优格要吃再做，可以少量制作，也比较不容易放到发霉。今天自制优格跟烘烤谷麦片都非常非常简单，待在家里没事的话呢，也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做。前一天晚上把优格搅一搅，然后麦片拌一拌，烤一下，让优格发酵一个晚上。早上呢，全家就可以一起享受新鲜的优格配麦片了，很好吃，而且还蛮有成就感的。脆脆的谷麦片呢，也可以直接当零食来吃。以上呢就是本周分享，下周的主题是免揉裸麦欧式面包，超绕口的，我大概练了10次。记得订阅频道才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我是巧儿，我们下次见了，ciao。覆盆子有甜味，比原味好吃，好像是吃甜点的感觉，好好吃哦。